1894年11月24号，孙中山正式成立兴中会，目标振兴中华。1895年2月建立了兴中会总会，也是不折不扣的帮会分，正式良目标就是发动武装，以卫广州起义。这一次的起义还没有开始就失败了。青天白日旗制作者陆浩东就在这一次的起义牺牲了。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孙中山进入香港就要用偷渡的了。1896年秋天，天天找 James Cantwell 顿饭，孙中山后来被满清政府给绑架。这个事情很快各大媒体披露出来，形成国际压力被放出来，他马上就在大使馆前面来了一场国际记者会。孙中山的名声大噪。1900年的6月发动了惠州起义，还是失败了。孙中山革命的发动，间接促成了1905年东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这次的革命又转入下一个阶段。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节目，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我们的师徒四民系列我们最近呢谈到了革命派的一个萌芽，当然接下来就要来讲讲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的组织，也就是兴中会的成立跟它的发展我们知道为什么孙中山在近代革命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尽管我知道在今天呢圣人婊子化、婊子圣人化的时代呢，很多人对孙中山基本上不外乎那几个标签要么什么萝莉控要么孙大炮就是嘴炮哥要什么亏空公款等等等等的，当然有很多的这些对他的批评但事实上如果你真的回到了那个时代去看待当时由孙中山所带领起来这一场革命风潮确实有它不易，而且还有突破划时代的地方。上讲次我们已经讲了孙中山为什么会是有这样的思想，而之后他成立了兴中会而接下来我们更想要来了解的是，如果他真是光说不练，那兴中会不就是个嘴炮组织吗？真是如此吗？难道是别人抛头颅洒热血，他呢在家翘个2两腿，是这样子吗？好，讲历史大家讲实际，讲实际当然找历史专家谁呢？我们来欢迎学长王立文老师。好，主持人好，还有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是像有人说我们在帮孙中山洗白那我说不是如果让历史事实讲话就是洗白的话呢那这样子的话，以后可能说你叫妈妈爸爸你都是在帮爸妈洗白，对吧？对其实没有什么洗白不洗白的问题啦。好，那当然我们就把时光推回到1894年这一场远在夏威夷檀香山所举办的一场密谋会议这会中众人呢正式的来成立了中国史上第一个近代的革命的组织这一次呢不一样，它不是要推翻满清建立新朝代，它是要推翻中国的帝制，让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像在1894年兴中会成立之后，又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兴中会成立绝对在中国近代史当中是划时代的大事因为第一个完全以建立共和制为号召的一个革命团体正式出现了。我们想当时在中国各种反满的团体非常多，有传统的帮会，还有各式各样宗教或者地方组织反对满清政府的这种力量始终存在，各种民变就在地方上发生但是这些所谓的民变或反满的团体不见得都可以给中国指引一条明确的方向，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带中国走一条新的路或者是有一个超越性的一种建构那兴中会不一样，兴中会的宗旨非常的清楚它的组成分子也跟过去传统的反满团体是有截然的不同。我想1894年11月24号孙中山在檀香山的欧胡岛正式成立兴中会兴中会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看他檀香山的会员名单里面总共有24个人包括李昌刘翔陈渭南、邓应南郑经、黄亮等等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以夏威夷地区的华侨为主。其实这24个人的籍贯都有人考证过主要就是广东台山、番禺或者是香山、东莞等等这些地方为主，就是以在檀香山地区的华侨社群的这些人为主但比较特别的我们要注意在孙中山的主导之下，他们提出了整个组织重要的一个目标跟纲领4个字：振兴中华。
并不是为了建立哪一个王朝，或者是为了找寻新的真命天子，它是要拯救整个中华民族啊。然后更具体的革命目标，就是各位现在在画面上看到，就是当时的原件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合众政府。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个口号我们不陌生嘛，对不对啊？我们过去在讲朱元璋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啊。但是这个口号一直以来都被天地会所用啊，就是中国民间反满的地下的会社，他们一直在使用。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创建合众政府这一条。各位，什么是合众政府？其实合众政府就是孙中山当时所最心仪的美利坚合众国。他认为未来中国最理想的状况就是能够建立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共和体制。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是1894年11月24，各位还记得吗？我们讲过乙未抗日，在不久之后啊，1895年，当时在台湾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些台湾人所建立的抗日政权，也叫台湾民主国。也就差不多在1894年底到1895年初，这个时候民主共和这个观念已经在当时华人当中思想最先进的社群里面开始传播开了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夏威夷的孙中山带领之下的这一群华侨，以及当时在台湾抵抗日本的台湾，当时是当时整个中国可以说是跟世界连结最紧密的地方啊，海外贸易最繁荣。而且相关的建设最先进的一个省份，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时已经有民主共和国这样的一个想法出来了。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之后根据我们今天看国民党党史会的资料，大概到1895年的夏天左右，就有112人加入兴中会绝大部分都是以檀香山以及后来在香港的华侨，也都是以广东人为主，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兴中会就是一个广东人的革命团。我们可以这样讲，各位也不要觉得奇怪啦，因为中国人的同乡意识非常强，他们也比较在方言上可以沟通嘛。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关怀是全中国的关怀希望未来整个中国能够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这个一般比较不晓得的是，一开始的时候兴中会的主席并不是孙中山，一开始的总理叫何宽，另外还有一个人担任副总理，也短暂的担任过总理，叫做刘翔另外还有一个人蛮重要，就是邓应南这几个人在早期的时候都在兴中会里面地位都还比孙中山高主要的原因简单说，因为这些人出钱嘛，我们讲白了就是这样这些华侨愿意变卖掉自己一部分的产业作为兴中会的会费，所以当时孙中山就让这些出钱的人来担任兴中会的领袖，这也是很正常的孙中山当秘书长。对，没错，名字给他们挂了，然后真正在经营的是孙中山基本上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算是革命团体的一个萌芽但是真正让革命团体开始比较有发展以及比较有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是要到隔年1895年的2月为什么呢？因为孙中山他认为未来如果要在中国搞革命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距离够近的一个海外基地，那当然就是香港嘛，不会有第二个地方了，对不对？这个地方他最熟悉我可以告诉各位，孙中山这个时候进入香港没有任何的问题跟困难孙中山他具有美国国籍，这已经是确定的因为当时中国在满清政府统治之下的满清帝国还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国籍的观念所以当时尤其在各口岸的华人很多都有外国籍或者是租界居民相关的身份证件等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孙中山当时在香港居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香港读书，也曾经短暂的在香港开业，所以他也有香港居民的身份证，所以他也同时可以在香港居住居留，所以这个时候孙中山进出香港非常的方便，他就视同香港人1895年的2月，孙中山来到了香港之后，很快就纠集了过去他在读书时代的一些老朋友，像我们熟知的陈少白啦、杨鹤龄啦、游烈啦、陆浩东啦四大寇他们。对，没错。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郑世良先生另外还有一个过去辅仁文社的老朋友杨衢云先生这些人，他们就在1895年的2月21号建立了所谓的兴中会总会一般把它简称叫香港兴中会兴中会总会跟檀香山的兴中会到底是不是同一个组？其实这个也有一些争论。我们必须要讲了，香港兴中会总会后来在重要性上是超过檀香山的兴中会。这是肯定的啦。他们在香港中环的 Stanton 街13号租了一个店面挂了一个招牌叫钱亨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做国际贸易的商店基本上内部的组织跟在檀香山时代差不多。这时候孙中山开始采取会员制，每个人加入要交5块钱银元，各位5块钱银元相当多当时巨款对，当时5块钱银元可以在广州买到一间店面，你就可以知道这是蛮大的一笔钱香港兴中会或者说这个钱亨行的成立，
目标就是一个嘛，哪一件事情呢？就是为了发动武装起义。我告诉各位，孙中山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人他永远是见机履机，他是一个标准的行动派啊。原因是因为孙中山很重要一个哲学叫做知难行易嘛，在孙中山看来，任何事情你要做了之后，你才能够理出它其中的道理。而你光在那边讲是没有用的。孙中山在广州兴中会成立之后，最重要揭示的人就是郑世良先生哈。我们先稍微讲一下郑世良。郑世良其实讲起来，他跟孙中山也蛮像的哈。他很早的时候就在广州读教会学校，后来进入广东的博济医院哈。担任这个实习医生。郑世良让人觉得很戏剧化的一件事是，他们家是上海的富商，但是我告诉你，郑世良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一位帮会分子。他很早就加入了三合会啊，但是过去他只是讨厌满清政府，想把满清政府推翻或跟朝廷作对，但是他并没有一个很强烈革命的目标跟理想。后来他在香港重新遇到孙中山之后，很快他就觉得他找到了一个可以跟随的对象，就是孙中山。孙中山有这样一个革命的理念跟理想，让郑世良感到非常的折服哈。孙中山就在1895年的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之后，从3月开始规划兴中会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历史上称作叫以卫广州起义。以卫广州起义，孙中山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在夏威夷檀香山募款募到了一部分，另外到广州这边也募款募到了一部分，另外他结合了郑世良，他的目标就是能够在广州这边发动一次起义，就收集潮州、汕头以及广州周围所有的帮会人士、帮会分子。另外从香港开始买一批军火，走私到广州地区，然后在人跟军火都同时到达广州附近之后加以分配，然后一举夺下广州。各位，往后孙中山所发动的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起义绝大部分都是以广州为目标，因为孙中山认为广州离香港近这是一方面，二方面广东这边对孙中山来讲地缘比较熟悉，人脉也比较熟悉，所以他始终不忘情，希望能拿下广东。但是其实广东省也好，或广州市也好，其实在整个中国来讲，这是位居在边陲的一个城市，即使你成功夺下了一些地方，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作用。这我们后面就会看到革命党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本来孙中山从香港到达广州之后就跟郑世良所招来的各地的商会人士不断的会面，他们就定这一年的重阳节，阳历的10月26号能够发动起义，各路的军火跟人马汇集到广州市的周围之后，立刻分配军火，然后就一举夺下广州城。各位请注意这个时间，1895年10月，这个时候正发生2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湾民主国的抵抗刚刚结束，是。二方面是，其实这个时候的马关条约签订还不是很久，那列强刚刚才完成了对辽东半岛的干涉，所谓的干涉还辽这样的行动，所以满清政府当时的威信大减。另外，京师在不久之前也发生所谓的第一次公车上书嘛，所以当时整个全国的注意力都不在广州这边。孙中山也认为的确有可乘之机啦大概到了1895年的10月的时候，在郑世良跟陆浩东的号召之下广东地区的帮会分子朱贵泉就是号称都已经把各地准备响应起义的这些帮会分子都已经聚集完毕了但是以我们今天后来看到的资料来讲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像郑世良还有陆浩东一开始给孙中山的报告所讲的那么样的顺利。为什么呢？首先因为我们知道帮会分子大部分没有什么纪律啦，你跟他讲好什么时间要集合，什么时候要到哪里，往往都会打折扣所以这个效果并不是很好。但是尤其致命的是什么？是孙中山好不容易在香港这边接洽买到的军火竟然在10月25号左右发动起义前的一天，完全被当时的港英当局熟知了这件事之后，竟然就通知在广州的满清政府是。所以这一批在香港准备要往广州运送的这些军火，竟然就被当时满清政府的海关陆续查获，导致这些军火没有办法送到手上，这就表示起义失败了10月27号，孙中山等人就开始收到消息说，满清政府已经开始要逮捕他们了这件事情就让孙中山等人相当的紧张所以他们应该27号晚上到29号凌晨，革命党人能够脱离的就脱离了能够走的就走这一次的起义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就失败了，但是在走之前还是发生了让人非常感动的事情。因为有一个人他认为说不能够就这样走了，因为原本在广州地区准备要安排发难的时候，当时革命党在广州几个潜伏的地点里面都有当时的同志的名册所以当时孙中山很亲密的一位战友陆浩东先生，他就认为他必须要回去，要确保这些名册都已经销毁掉了。
否则的话，有些人还赶在路上准备往广州靠近，那这些人不就自投罗网了吗？所以他就决定必须要回去。他跟另外2个人一起回去，一个叫邱四，据说是个客家人，也是个广东人。另外还有就是我刚讲的朱贵全，朱贵全是郑世良的算是帮会里面的一个兄弟了哈。他们在试图销毁名单的时候遭到逮捕，不久之后就被处刑了哈。那孙中山跟陈少白等人就化妆先上船逃到了日本哈，再从日本陆续到达美国，又到达英国哈。不过他到英国的时候已经是1896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就这样失败了哈。但是第一次广州起义却有2件很重要我们要注意的事情。首先，第一个就是青天白日军旗的确立，据说这个军旗是陆浩东所手绘的哈，作为未来革命党在发难时候的军旗哈。这青天白日据说除了象征光明跟希望之外，这12根光芒的象征一天12个时辰，就是我们的国家在每一天12个时辰里面都能够经常处在一个前途光明的这样状况里面哈。青天白日旗制作者陆浩东就在这一次的起义失败之后被满清政府所处决了哈。各位不要看他这个脸看起来像个小孩一样，到了最后最勇敢的时候，他是挺身而出，为了不连累同志哈，然后就潜伏到广州城内，最后就英勇就义牺牲了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满清政府也告诉港英政府说，孙文为叛党之领袖就确定了哈，所以以后孙中山进入香港就要用偷渡的了。这一次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后来在国民党党史里面说啊，由于先生这一次的起义，才觉醒了醉生梦死的中国同胞，这是伟大的国民工作之开始，中国民族恢复自由平等的起点。在革命史上应该占最重要光荣的一页哈。当然这个时候革命党的势力还不大嘛，对不对？我们看这一次的起义其实也是虎头蛇尾就结束了，里面暴露了许多问题。不过各位还有一点就值得大家注意，就是说这时候革命党主要的成分就是2个，一个就是海外华侨，一个是国内的会党分子。对，好像郑世良、朱权贵这些会党分子，也不能说这些人不重要，这些人当然都非常重要，一个出钱，一个出命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要让革命党持续壮大，光靠这2种人是不够的。对，我们日后会看到革命党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好 ，OK。好，我想兴中会的第一次的起义其实主要有个重点所以说1894年当时甲午战争还没打完，就已经在成立兴中会。1895年呢，就打这个广州起义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第一个他起事的时程非常紧凑，第二个呢是孙中山第一次把他过去所积累的人脉像我们上一讲讲了很多的孙德章先生他的亲属家友，他是把他凝聚起来，正式的踏上了革命之路。可以这么讲，兴中会的成立到他打响第一枪，他速度很快。另外就是他这个有一个划时代性的意义所以你说国民党党史馆讲那是对还是错？其实可能又有夸大，但是也确实进入到一个时代的里程碑嘛。也就是从今天开始，这些人不是要推翻你满清而已，他要推翻的是这个时代旧的，他们认为让中国无法站起来的这个关键那刚才有提到孙中山后来呢就辗转呢来到了英国那到了英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在英国呢他正式的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灾劫安典就让年轻的孙中山断送在此倘若孙中山断送在此，中国的革命也许有下来说，但是可能会推迟好一段时间对，另外呢在英国的期间，其实对他整个的思想有巨大的一个启发就像他到了英国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到英国之后就发生了让孙中山名声大噪拥有全球知名度的伦敦蒙难记稍微讲一下，孙中山先是到日本，然后再到了美国，然后就到了英国他到英国主要的理由，据他日后讲他希望能够把过去他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所结识的英国方面的人脉也找回来。各位请注意一下19世纪末这时候全世界的核心不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伦敦是世界之都。是的，伦敦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也是学术思想的中心。大英图书馆这是当时被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图书馆孙中山很自然就想到，希望能够把他在香港读书的时候结识英国方面的人脉，再把他找回来。这个设想本身并没有错啦孙中山这时候也才30岁左右，对不对？还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他还没有太高的一个警觉心我告诉各位，要搞革命必须要有一点不怕死、浪漫、愿意为了一个憧憬而努力的这样的一
一种性格在里面啊。所以孙中山就在1896年他就到达了伦敦啊。到伦敦他去找一个很重要的人哈，就是他在香港西医书院念书的时候，他的老师哈叫 James Contley 哈，一般中文把它翻译成康德利先生，后来发展出非常好的一个情谊，两个人跟朋友一样哈。孙中山后来离开西医书院之后，他跟他这个老师也还常常保持书信往来哈。孙中山大概在1896年秋天经由美国到达了伦敦啊。到了伦敦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他的老师 James Contley， 他也得到他的老师 Contley 非常热情的招待啊，因为他老师有写日记的习惯啊。根据老师在日记，孙中山从9月底到达的时候，一直到10月11号左右，就是他被满清政府绑架到当时的满清驻英国的大使馆之前，几乎每天都到他的老师家来，他们两个人就聊天等等啊。他的老师也知道孙中山这个时候可能也软囊羞涩了，所以也告诉他，也非常欢迎他有空就来家里面吃饭寒暄。根据他老师讲，他的师母对此非常不以为然甚至颇有抱怨，说这个年轻人怎么天天来蹭饭的据说他跟他老师这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老师，他已经开始在干革命，在做革命的事情。那他的老师听了之后一点都不讶异，他的老师非常支持他这一点是让孙中山觉得非常的感动的一件事孙中山后来就每天从旅馆走路到他老师家，我告诉各位，他老师家就在满清政府的大使馆附近。孙中山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就在1896年的10月11号，据说 Contley 又邀请孙中山来他家的时候，孙中山就在那一天下午在往他家的路上，根据孙中山后来自己的回忆是有2个讲广东话的人来跟他搭讪，等接近到满清政府大使馆的时候，2个人突然间硬推硬拉就把孙中山给拖进清国的大使馆里面。我告诉各位，在孙中山被拖进去之前都不晓得这里是清国的大使馆，因为当时满清政府大使馆并没有门牌，也没有招牌，更重要的是连国旗都没挂。所以孙中山完全不知道这里就是满清的大使馆，他莫名其妙就被2个人给拖进去了，立刻就被软禁在阁楼里面关起来了不过孙中山运气还不错啦，大使馆里面有一位英国籍的管家，当时时间已经到了10月17号，他这里收到了女佣所传给他的消息，他就知道原来孙中山是被满清政府给绑架了对，这件事情英国当然不会允许，他老师立刻就把这个消息发给所有英国重要的媒体另外他老师也向当时的伦敦苏格兰场报案，说有人被绑架，不过当时英国警察是没有受理这个案子。但是这个事情很快就在英国各大媒体当中就被披露出来了，马上就形成一个国际压力满清政府受不了这个压力就在10月23号就把孙中山给放。孙中山也是蛮厉害的，因为这件事情已经闹大了，所以当时他一被放出来，他马上就在大使馆前面立刻现场就来了一场国际记者会，他开始讲述他的理想他的理念跟满清政府这一次是怎么样用这种手段把他给抓起来所以这件事情反而让孙中山的名声大噪甚至还有很多英国的政界的人都来私底下跟他联络，似乎看到了中国有一个愿意带着中国走一条不一样的路，而且最让英国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是，这个拥有英国医师执照的年轻人英语讲得非常的好，而且对当时的欧洲社会丝毫没有任何的排斥感。对，这就是孙中山为什么早年的时候会在国际上得到许多帮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孙中山他之后又在英国待了一段时间因为他又得到了一些资助因为据说在伦敦这段时间又有一些当地的华人加入了兴中会他又收到一些会费，所以他就可以在英国再待一段时间。他在英国待的这段时间里面他大部分的时间去哪里了？各位知道吗？去大英图书馆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图书馆。是我告诉各位，今天据说大英图书馆里面孙中山常常坐的那个位置还被红线围了起来变保留席，因为很多人都在大英图书馆里面读书著作孙中山是这样，当年马克思列宁都是这样都到过大英图书馆，所以这个图书馆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据孙中山说，他在大英图书馆这段时间，一方面他观察英国社会，二方面他也翻阅了许多当时欧洲的一些政治跟社会思想的著作，对孙中山来讲又是一次非常大的启发。我告诉各位实际上他并没有到过西方文明的核心地区，这一次是他第一次到达西方文明的核心地区，哪里呢？就是伦敦然后他一方面观察英国的社会，二方面他也阅读这些事情，他发现到虽然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发达，虽然当时的欧洲非常的强大，尤其是大英帝国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可是他发现到欧洲的繁荣进步，尤其是英国是建筑在2个基础之上。首先第一个就是建筑在国内的阶级剥削之上。对，
他发现当时英国社会其实有非常严重的贫富不均的问题啊。孙中山就看到这些问题，就是说他发现西方的繁荣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危机。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妥善的方式解决的话，西方的繁荣迟早会出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孙中山意识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意识到英国的强大实际上是建立在他在海外有广大的殖民地，从殖民地剥削到他所要的资源，所以他很强大。所以他了解到这个双重的剥削性，一方面是国内对阶级的剥削，这方面在世界上对殖民地的压榨跟剥削，所以他开始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发达下的社会开始有了一些修正跟不一样的看法。他开始关注到一些西方的社会主义的著作，也就在伦敦蒙难之后的2年，据他自己说，他的民生主义的思想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建构起来了。民生主义是什么？简单说，我们可以放在整个广义的19世纪社会主义的大脉络里面，就是依靠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我们可以这样讲啊。他认为中国必须要防范于未然。他承认中国还不是一个资本发达的国家，但是他认为如果中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也会跟西方这些发达国家一样面对相同的问题。所以他主张中国要有一套社会主义的思维在里面。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思想架构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比较健全的这样一个发展。但日后还会再继续发展下去啊，这就是伦敦蒙难。对孙中山来讲，4个字：因祸得福。我们可以这样讲，所以可以说，大英图书馆啊，确实让孙中山精进良多。那另外获益良多。那当然了，哈，到这里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提出来说啊，孙中山跟其他的革命者的一个根本上的不同在哪里？其实在这件事就体现出来。孙中山除了他有行动力之外，还有个人的魅力啊！你就看，竟然有办法把英国女仆变成他的救命稻草哦，这个也是很厉害。那另外还有一个点，思想家。他的这个人格特质在这时候展现出来了。你可以说他是杂糅很多的一些思想，不过思想就是如此啊。对，好，那是因为今天对于孙中山研究，尤其在台湾受到了较多政治力的干扰，所以没办法很透彻了哈。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跟现行的政治形势有关系啦哈，所以这我们不多谈啊。我想，这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的领衔人物，为什么我们花很多篇幅谈他？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是一个思想家啦，所以他的影响之广泛了，也导致了后来革命很多时候就是公推孙中山为首嘛，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哈。当然，绝对不是这么单纯哦。事实上呢，孙中山除了第一次广州起义没有真正打响啊，他还真的打响了一个起义哦，在准备了几年之后呢。1900年哦，这一次啊死伤惨重啊，叫做庚子惠州起义哦。学长，这个惠州起义又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啊？好，惠州起义是新中会时代第2次大规模起义哈。后来孙中山他除了到英国之外，也到了欧洲几个国家去游历了一番哈。在1900年的年初，一开始是到香港哈，他大部分时间就潜伏在香港。他有的时候也会在日本，香港跟日本后来就成为孙中山常常居住的地方哈。例如说这张图啊，1898年他当时就跟杨衢云，你看他还推杨衢云做兴中会的会长啊。然后对，会长大部分不是他都喜欢当秘书啦，因为他喜欢实质掌控组织啊。对，没错，他就找比较有名望或比较有钱的人来当会长啊，这一点是蛮厉害。然后孙中山到了日本之后哈，就在1900年的年初，有没有很详细的日期的记载？他发现到当时北方已经开始在乱。什么事情在乱了？各位，就是所谓的义和团运动，庚子拳已经在北方在乱了哈。因为还有一件事情也引起孙中山注意，什么事情呢？就是门户开放政策。当时的门户开放政策宣布了哈，也让孙中山注意到英美等国对中国开始有不一样的期待跟期望了哈。再加上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啊又开始在兴起，所以当时整个国内又开始在蠢蠢欲动了，所以孙中山就认为或许又是到了可以重新再发动起义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各位大概在1900年的6月这个时候，当时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的郑世良，还有一位也是会党出身的史坚如，另外还有我刚刚前面讲的像邓应南、陈少白、杨衢云等人也都聚集在香港，准备在香港再策划第2次起义。这一次他们的起义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的记录，他们几次在会议中都认为广州可能没有那么好打，因为第一个广州幅员太大，而且满清政府在广州也有不少的驻军所以他们这一次想说，我们先攻取距离广州不远的一个中小型的城市作为据点，然后再仰攻广州也就是说，他们想要挑一个难度比较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地方挑到哪里呢？惠州惠州在哪里？号称在粤东啦。今天大部分住的都是客家人讲客家话的。那惠州距离今天的深圳很近，
那距离广州也没有太远。如果能够打下惠州的话，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粤东这一带有许多洪门跟天地会的兄弟在这里，那也比较容易聚集人员在这边1900年的6月他们在日本跟香港数次集会上地的时候，当时八国联军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在北方开打的时候，孙中山就趁这个时候就命令郑世良等人开始进行广州起义。史坚如到广州开始进行了另外一种很重要的行动。我告诉各位，革命党在清朝末年的军事行动大概有分2大类，一大类就是我们讲的武装起义，直接攻击满清政府的机构或者驻军所在。第2大类就是什么？就是进行炸弹客暗杀这就为什么让简跟梁启超等人谴责孙中山是恐怖分子的原因就在这边你既然使用暗杀，史坚如当时就在广州组织起事以及暗杀机关，收埋亡命之徒，死士他们的计划是史坚如将两广总督德寿把他炸死，炸死之后让整个广州这边一团大乱，群龙无首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先夺下惠州据为起点，然后聚集各地的天地会会众，再从惠州向广州进攻他们是这样讲。就在这一年6月10号史坚如当时计划从广州市区外围挖一条地道，挖到德寿家的地底下之后，然后装置炸药，一举把德寿炸死。不过据说是因为炸药量没有计算好，所以爆炸之后把德寿家炸坏，但是德寿没有被炸死但这件事情就打草惊蛇了，让满清政府发现原来革命党又要干这种事情，所以这蛮可怕。你想想看，你坐在家里，忽然间你家客厅爆炸了，对不对？这真是会吓死人满清政府就开始在广州城内逮捕革命党人，史坚如就因此而殉难了。后来孙中山就称史坚如为义入浩东之后为革命殉难第2人。1900年的9月孙中山当时人在日本，他就结识了当时一些重要的日本人，包括了内田良平、山田良正、平山周等等这些人。山田良正是后来在台北入世忠烈祠的唯一的一个日本人，他这个时候是非常坚决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一个外国人山田良正跟杨衢云等人先赶到福建，再从福建到达了广东的东部汕头这一带准备响应惠州的革命。另外说，在这个时候，孙中山这辈子第一次就在惠州起义的前夕，跟日本友人平山周到达了台北之后，据说他还跟当时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以及后藤新平相谈这是国民党当时有记载的甚至于口头上承诺孙中山，你如果在广州起事成功之后，日本可以相助这件事情让孙中山大为振奋各位，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就从这时候开始孙中山开始意识到，未来如果要革命的话，结合所有亚洲各国支持同情革命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孙中山在得到日本人的鼓励之后，他非常的开心，而且孙中山还提出以后可以引进日本军人加入革命党并且请日本方面能够同意由日本军人来给革命党人进行军事训练。孙中山在10月8号就命令郑世良就在这一天聚集了600名天地会的会众就发动了历史上所谓的惠州起义，在惠州附近的一个村落叫做三州田这一起义据说非常成功一举就夺占了惠州城的城门，而且打入市区。满清政府在惠州没有什么守军没有官府的衙役以及地方官，有些被杀，有些就大举逃走了所以一举就把惠州给攻占了。而且攻占后不到几天，据说附近会党来响应的人数超过2万人。当时郑世良还觉得士气大振非常的高兴，告诉孙中山事情大有可为必要的时候，郑世良甚至认为不但有机会拿下广州，甚至有机会一举进军福建，打下厦门各位，这个在革命历史上也很重要，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攻占一座城市所以消息传到北京，也让当时的满清政府非常震撼各位，这时候时间是10月，对不对？各位，这时候老太婆已经逃走了，对不对？逃到西安去了然后据说慈禧太后在西安还得到这个消息，说什么乱党孙文郑世良等人又开始在广东地区这边作乱。所以当时满清政府到了10月左右，因为本来北京被攻占之后，整个满清政府是瘫痪了。再到慈禧太后逃到了西安之后，也稍微恢复了一点中央政府的功能，所以当时的满清政府、慈禧太后等人也从西安这边下令，要求广东各地所有的官兵往惠州一带集结准备发动攻击。各位，这就暴露到第2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革命党虽然这时候聚集了不少人，但是没有足够的军火你要持续攻城略地，你要有充足的补给，否则的话军火就不够了郑世良跟他的一个副官叫黄福带着这山田良正等人，虽然准备要发动攻击，但是没有足够的军火，实在是
没有办法哈，所以导致在惠州这边耽误了一段时间。孙中山这时候人还不断的在联络儿玉源太郎，当时孙中山浪漫的想法是希望你们不是告诉我说，只要在中国革命有了一些成果之后，日本就会响应吗？所以当时孙中山希望儿玉源太郎能够从台湾出兵，帮助革命党夺占厦门。当然不太可能啊，因为日本政府当时还在关注北京方面的问题，所以他呼吁了半天，儿玉源太郎也可以说根本没有动了。他后来又呼吁儿玉源太郎能够给予他军火接济，但是儿玉也没有真正的什么样的行动。按照孙中山的说法，就日本放了孙中山鸽子了。后来在满清政府各地的军队开始聚集，满清从江西、从广西调集了各路的军队，开始向惠州聚集之后，大势就不可为了哈，郑世良只好撤退了哈。1900年的11月哈，孙中山人在香港，知道惠州这里的起义还是失败了，他也只好再退回日本啊。据孙中山他自己讲啊，他下船之后来接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孙中山只跟他们讲了一句话：我对日本的政府非常失望。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啦，以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重点就从香港正式转到了日本，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日本。这就是历史上第2次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我们从事后来看，还是有很宝贵的经验。就是说，你攻占一个小城，如果没有办法得到全国性的响应，那可能功效也不大。二方面就是，你除了有人之外，一定要有持续不断的军火接济啊。所以各位，革命不是那么简单的，对不对？除了像指尖炉、陆浩东这些抛头颅洒热血之外，也必须要有天时地利人和不一样的条件配合，才有可能成功。这边讲几个点哈，这一次的惠州起义牺牲非常惨烈啊，因为呢，包括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杨衢云在这一役当中也阵亡了，那另外呢，郑世良也阵亡了哈。最有名的是山田良政，他作为第一个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外国人，也在这一役当中呢也牺牲掉了。早期兴中会吸收的人都很多，在这一战都死掉。是哦，这次惠州起义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挫败打击，这个打击非常大哈。而且这当中也发生几个问题啊，比如说当时孙中山在台北赶快急电给宫崎滔天啊，那叫宫崎滔天赶快把军火运过去惠州做补给哈，结果宫崎滔天是赶快就去执行这个事情，结果这个就扯了，是负责采购军火的另外一个日本人啊，掏空啊，这个当中有贪污的状况啊，结果呢，对，没错，采购那批军火啊根本不合规啊，拿了钱没有办事，对，所以其实这里面问题很多啦，哈，那主要我们在讲这惠州起义有一个点就是，这是孙中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把革命推导到作战这个阶段，对，没错。因为上一次的广州起义啊，是未闻枪声响嘛，然后牺牲了陆浩东。那这一次是枪声响了，但是他发现一个问题，上一次是计划未曾泄露，然后陆浩东断后死掉。这一次是我虽然成功了我的第一阶段计划，但是我整个的格局太小。对，而且后继无力啊！你600人要怎么跟青田大部队对抗？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嘛。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刚才提到的德寿他其实以广东巡抚代理总督，真正当时两广总督是李鸿章，后来来接嘛。对，所以是的，德寿是相对一个很弱的清官，都没办法对付他了。那如果遇上像李鸿章这种更有办事能力的清朝的大臣的话，你有办法继续做吗？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之后，其实兴中会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发起武装起义哦。当然，这后面跟外部的形势的变化有关系啊。因为八国联军之后呢，清廷啊，之前我们所谈的一个关键，大家记得吗？立宪运动啊，在海外啊，汹汹滔滔的起来啊。没错。梁启超在海外开始跟孙中山整天打笔仗啊。庚子新政也开始啊，在这之后，载沣开始以监国身份开始在执政啊。那慈禧就开始放权哦，给下一代来做接班。所以有时候这个事情就这么巧妙。1900年正好发生的八国联军开始改变了清朝的朝廷的运作，也改变了革命党的运作哈。可以说进入20世纪的这一年呢，其实对于整个中国啊，不管是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是相当关键的一个年份啊。当然，革命之路还是非常迢迢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惠州起义的失败，很大的状况也造成了孙中山过去从1894年以来的积累啊，大幅损失之外不讲，干部也损失很惨重，尤其是优秀的干部哦，所以导致的一个状况是，孙中山必须要重新蓄积力量，还有呢，他必须寻求更多的外部的力量。那孙中山革命的发动，其实带动了一个风气，是整个中国参加革命或各自在其他地方革命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中国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刚才开头所讲到的，开始成为主流了，因为消息传出去了，
开枝散叶。好，那很多人受到启发嘛，各地的革命党分子纷纷成立自己的组织嘛，所以在两湖地区的以湖南人为骨干的华兴会、黄兴开始组织了。在江浙地区啊，以浙江人为骨干的都是蔡元培嘛、章太炎他们等人就组织了光复会嘛。那这也间接促成了后来呢，到了1905年啊，所有的革命分子啊大集合啊，到了东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啊。这使得革命又转入下一个阶段。庚子之后，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到日本，是，这也让许多知识青年汇集到日本，这也给了革命党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可以这样讲。所以其实我觉得孙中山还有一个人格特质，在整个革命，你可以发现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他的策略跟方针他是看得比较远的。其实同盟会的成立对于整个革命事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开始把革命从一个地区性的各自发展，串联成一个全中国性的一个运动。知识分子的大串联啊，是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在推这革命里面呢，有一个关键是，他会把他周边的人慢慢转化成革命党。这一点就是又是刚才讲到他那个属性嘛，那个社牛的属性。没错。所以这里也看出兴中会成立的重要性嘛。从历史的一个脉络来看，兴中会的成立其实是把原本中国的社会改良主义转换成革命主义。也就是说，我不在既有的清廷架构之下来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革跟这很重要，这个转变非常重要，这非常重要。你看孙中山其实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因为他当时跟陆浩东一起去天津求见的李鸿章嘛。对，那失败之后，他成立了兴中会，也就这个点，所以兴中会为什么在中国的革命史是非常有要点的？为什么这个兴中会是这样？为什么后来的同盟会，我们会去讲？当时其实黄兴是很有可能成为同盟会的会长，但是为什么黄兴去推举孙中山呢？他有个关键，因为他认为孙中山是第一个搞革命的。那为什么他第一个搞革命？已经发动过武装起义了。我们要从历史的脉络去讨论孙中山的历史定位跟意义，也要去从历史的脉络去讨论兴中会的历史脉络跟定义。必须说，兴中会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所发动的2次的起义，其实就整个革命的脉络上来说，整体的冲击来说很小，可是它对于历史的意义很大，因为它真的确立了一个中国在接下来革命派的一个改革的路线嘛。那它也提供了很宝贵的经验，是未来革命要怎么打。可是大家也要了解了哈，1900年惠州起义之后，距离革命成功啊，尚且有11年啊，12年的时间。这过程接下来还要死很多的人哈，大家要慢慢来了解这件事情啊。好，所以关于这个兴中会的一个建立啊，还有它的一个发展呢，其实我们今天大概跟大家爬梳了梳理。事实上，它也就像孙中山的一个个人的历史的发展一样啊，这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为什么在讨论革命的时候，你不可能把孙中山抽离来讲。这也间接去打脸，就今天很多人因为政治意识形态或者一些不够完全的一个历史认识，来贬低孙中山在革命当中的一个作用性啊。好，如果我们从这样的梳理，你就可以了解。当然，他也是幸运的嘛。好，就清廷暗杀掉了杨衢云，却没有暗杀孙中山。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孙中山不当会长啊？你可以批判他啦。但是他知道有个事情嘛，对他来讲，什么东西、什么路线是实用的，他就会去采取。好，这个点很重要。好。工具理性嘛，对，这就是充分发挥外科医师的工具理性啊。没错。那我想呢，这关于兴中会的故事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师祖师明系列，其实大家该了解，就是说，中国的民智啊，距离普遍了解到革命的意义，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但今天呢，其实提倡了几个点啊，比如说什么是民主共和国的意涵啊？对，其实要从整个中国大脉络来看，那你可以看到台湾民主国同一时间兴中会在提倡什么合众国，而且更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台湾民主国的灵魂人物啊，制定台湾民主国宪法的那一位啊，叫什么名字啊？叫做邱逢甲先生，他也跟孙中山见过面啊。后来呢？他也加入了孙中山的革命啊，所以可以说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2条路线嘛，一个就是我们前几讲所讲的立宪派的发展，对，另外一派就是他打算建立民主共和政府，所以这个路线已经越来越新，尤其在兴中会建立之后，革命路线跟立宪路线的一个分歧就是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了哈。但是历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革命派的成功，最后也是归因于立宪派在王族内阁失败之后的河流，
才又造成了他们真正的成功。好，所以这段历史还有很多很精彩的。那我们今天呢，好就大致聊到这里哦。最后还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请帮我们呢可以做超级会员、超级感谢。最重要是加入我们的会员，可以让我们做得更好。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线下的赞助啊，包括绿界、PayPal、微信啊、邮局或者是支付宝，都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粮草做得越来越精彩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再次谢谢王立本学长，谢谢。好，谢谢主持人，还有谢谢所有的观众。好，那我们期待下一期再相见喽，拜拜。拜拜。